今天穿明制漢服參觀福建泉州南安的朱成功紀念館，發現館藏的國姓爺畫像上那件綠色圓領袍很眼熟，就像在哪兒見過一樣。此時此刻，我才第一次明白什麼叫做漢家衣冠不滅。看完今天的整個視頻後，你還會發現傳承不滅的元素絕不只是漢家衣冠這一種。順便提一句，在今天遊覽的過程中，我會按照個人習慣盡量多使用他的原名鄭森或南明的完整次名朱成功來稱呼他，只在必要的情況下才会使用鄭成功這個名字。與我意見相合的朋友記得點個關注，因為我後續的視頻一律都按這個標準來辦，你可以一直看下去。大家好，我是徐工，現在我們就來一起逛一逛這座紀念館。我是2026年1月從泉州租車自駕過去的，導航還是要輸入鄭成功紀念館的。它有附帶的停車場，但我的車停在別處了，只能跟着導航走，一路走進一個花園。這可不像是紀念館，而且這個地方除我之外一個人都沒有，很明顯是走錯了。走到門口才發現，原來這邊是配套的碑林，而紀念館本體就在它旁邊的不遠處。這家紀念館的開放時間和博物館是一樣的，所以不要在周一去參觀。現在我們走進紀念馆大門，這邊距離真正的展廳還有那麼一段路要走。在去往展廳的路途中，所看到的禁止飲食標識就用了 Q 版的朱成功形象，中途出現的路標也用了同款的 Q 版人物形象。現在我們準備進入第一展廳參觀了。這個展廳的主題是少年負壯氣，南北征塵起。如今我們所在的南安市石井鎮就是民族英雄鄭森的故里。當時南安唯一的出海口就是石井港，也是鄭家父子的大本營。他最早的主管官员可以追溯到南宋，也就是朱熹的父親朱松。然後我還在現場看到了古畫中的朱熹形象，怪不得前幾天去小營嶺，有人說我扮的是朱熹。這除了頭巾不一樣之外，身上的衣服簡直是一模一樣。馆內還介紹了附近的其他古蹟看點，很快我就把這些都更新出来。下面我們进入海上世家篇章。此时荷蘭人的勢力在海上飛速發展，也一度被稱為海上馬車夫。他們的勢力一路擴張到了東南亞，也滲透到了台灣。話分兩頭，此時鄭芝龍之子鄭森得到了南明隆武帝的賞識，並被賜名為朱成功。現場還用圖畫復原了這段歷史往事。此外介紹了相關的古蹟，包括朱成功棄筆從戎的墳青一處，以及安海星塔。這座塔如今在一所小學內成為了學生們的活教材。再往後介紹了朱成功在閩粵一帶的抗清時間表。迄今廈門仍有個思明區，就是沿用了他當初起的名字。在離開展廳之前，我們記得在這個展廳裡去看一件重要展品，也就是鄭克爽為祖父寫的墓志。既然他降清了，自然不敢提朱成功這個名字，只能在墓志裡將祖父稱為鄭成功。現在我們準備登上高樓，並來到第二展廳鐵血驱河寇，赴台興故疆。開頭就提到了朱成功驅逐荷蘭殖民者並收復台灣的往事。此外介紹了他的鐵人軍和藤牌兵，還有黑人鳥衝軍，這是多兵種配合的實證。配套的實物展品則是復原版的朱成功鎧甲，另外還展出了他所用過的戰船模型。船上的2個眼睛叫龍眼，是東南沿海常見的船構件。現場的另一件展品是朱成功身穿漢服與旁人悠閒對弈的場景，後面還有延平王常服，這是一件綠色的圓領袍。以他身穿此件衣服的畫像來對照我身上這件近似款，就感覺殊為不易。在漢服斷代300年後，他終於被一代代的同袍們再度復原到了生活中。在光復台灣後，朱成功不僅帶着人們大力拓荒，還興起文教，發展台灣的教育。其中貢獻突出的陳永華是福建同安人，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那位陳近南的原型。第三展廳並不遠，我們就一併把它看過来。时至如今，朱成功仍然被尊為開台聖王。現場提到的那些關於他的廟宇，我大多數都去過。此外還介紹了他的多家紀念館，而且不只是福建，在浙江、廣東、台灣也是有的。除了以上這些之外，很多道路名和站點名也是來自朱成功的，甚至兩岸的很多地名也是他當初留下來的名字。
其實想要拉近兩岸關係，我們完全可以選擇去講好朱成功的故事，而不是捨近求遠，非得去講別人的故事，最後越講越遠。至此，我們就逛完了這邊的全部展廳。在離開紀念館的時候，我在門口再次看到了朱成功的半身像，他目之所及的地方便是福建延平中學了。數百年後，人們仍以這樣的方式來表達對這位民族英雄的懷念。此外，我在查資料的時候发现，筹建者之一鄭志忠恰好就是鄭森將軍的後人。他以廈門大學教師的身份，帶着一大批優秀畢業生，大大增強了延平中學的實力。如今的延平中學已經有了80多年的歷史，在這裡畢業的學生，哪怕僅僅了解到校名的來龍去脈，也會順便了解到民族英雄朱成功的人生往事。很多記憶便是在這潛移默化的過程中悄然形成的。那個在300年間坐聽潮聲起落的人，終於見到了300年後漢家血脈回憶再度甦醒的往事。原來長妹翻飛處，便是漢家歸航處也。看到這裡的朋友，歡迎點讚、收藏、加關注，和徐公一起讀城，一起旅行。